大家好，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废油器回收系统。其实很多车辆啊，因为我不可能每台车都有拆过，所以我只能说，以目前很多车辆原厂它本身就自带了一个类似废油过滤系统，多半都是在这边。像你们看哦 ，PCV 阀的这一块，不管单凸或双凸，只要是你的 PCV 阀这一块，它的下面，如果你们有机会把摇臂盖拆开的话，你们会发现摇臂盖的背面，它那边会有一个类似铁片，它用那个做隔板，它会去盖住一些东西。那个东西里面，它其实它就是也是里面都是一片一片的隔板，它那个就是在做油气分离，因为它隔板有点类似像迷宫状，然后就是借由气流的引导，然后比较重的物质就是油气，它会撞击在隔板上以后再往回流，那气体就是会经由 PCV 阀吸回去进气歧管里面。应该这样说，其实车厂他们都知道油气分离的重要性，然后早期可能算比较有良心啦，他们就是直接就是已经就做在里面了。然後今天会拍这一片最主要原因也是一位朋友问到这个问题，然后以前我已经拍过了很多篇在聊废气回收系统、废气回收罐、PCV 阀跟整个废气它在循环的一些原理跟工作方式，然后只是今天比较着重于比较综合性的讲它一个大致的来龙去脉啊。那像现在可能也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吧，像 BMW 啊，然后一些欧系车，他们都已经把原厂的废油气回收系统，它会做一个比较，讲快一点，就是说它会把它变成类似耗材，它会独立于气门室盖以外，譬如说它可能锁在外面这边，然后或者说它可能就是整合在整个气门室盖里面。那我是觉得这个就看车厂的良心啦。他如果说他把它整合在整个摇臂室盖上的话，到时候你的因为我目前看过的，我刚刚讲的那一种废油气过滤系统，它主体它不能拆，但是它里面那个膜片跟一些橡胶件很容易因为都跟油接触嘛，很容易会可能破损啊，或者老化，会造成你的废油气过滤失常。我记得之前有位朋友他有聊到，他是开，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 BMW N3 吧，192还是 F80，我忘记。他也是有跟我提到这个问题，然后他也是原厂的废油气回收系统故障，然后当然在原厂的观念上，他就是希望你整个把它换掉，再换成原厂件。问题是，既然原厂它都已经把它变成是一个耗材在处理的话，势必你就算换回原厂的，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又坏掉了，你又必须再去花一次的钱。那我是有跟那位开 M3 的朋友说，国外好像有出套件，它可以你把原厂的废油气过滤系统拆掉，然后换上改装件，它就变成就跟我们一样，就变成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然后那个寿命就会非常非常长。可能最多就是换个管子啊，因为你看
像我的管子，有看我之前的影片的朋友都知道，我这管子刚装上去的时候还很白哦，还很漂亮哦，几乎跟新的一样。因为我这个也不是买新的，我直接就是从机器上面拆下来的，但是状况还不错，还很白。然后你看用了1-2年，它高温还有油漆，整个都变很黄了。所以说，原厂的废油器回收系统来讲的话，其实车厂它本身就知道废油器回收系统一定有效，可以控制排气的污染以外，就是避免废气的污染增加，它可以降低空气污染。如果你的废油器回收系统效能降低，或者说失效以后，它会增加你的气门，你气门上积碳的增加，或者进气气管里面的油污增加。所以比较目前的解决方式就是你一个就是再继续更换成原厂的系统，就是更换原厂的零件，或者说市面上有出因应你们引擎的改装套件，或者说像我们这种，它就是不分车型，你只要有进气气管端这边有个管子，然后 PCV 阀这边有个头，你就可以加装。这种就是比较于沟通性比较大的。那以气缸串气来说，如果你引擎内部的正压过大，它会造成你活塞在下行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阻力在。你不要小看这个阻力哦，引擎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那个阻力对引擎来说也是一个负担。然后而且正压过大，它会造成你的引擎可能会莫名的漏油。就像玩摩托车的他们都常会说爆油封啊，或者说从一些轴承那边的油封漏油，一样的意思。所以说适度的把正压，应该不能说适度啦，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尽量让引擎内部呈现于微负压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可能比较少自己 DIY 的朋友，或者说对开车比较没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可能会对这方面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说实在话，当正压过大，当你原厂的 PCV 阀或者你的废油器回收系统原厂的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久而久之你会造成引擎内部的一些负担，或者里面一些机件的损坏。然后为什么我从以前的片子里面我就一直强调，引擎内部最好是微负压，因为其实当你的负压过大的时候，就是这支管子的吸力太强的时候，它就会造成引擎内部的负压过大。那引擎内部负压过大，最直接最明显的反应就是，假设你的气缸活塞在下行的时候进气嘛，它在吸气，但是你底部的负压很大的时候，它会透过活塞环把你吸进来的气一样把从那边往下抽走，然后在吸气的过程中还会喷油，它可能也会把那些油气往下面拉，就会如果严重的话，如果你的活塞环状况不是很好的话，你会造成可能你的机油它会变质，因为汽油混进去了，汽油透过缸壁透过活塞环被那边吸下去了。因为以引擎来说，活塞的运作，以4缸车来讲好了，活塞的运作可能就是它有4缸嘛，它会很顺序的上下，就爆炸的爆，那进而就会造成进气气管的吸力是不间断的。问题是
比如说你这一缸在喷油，这一缸在爆炸，然后在过程中它一直在运转，它会把你缸内的气体压力会透过活塞环吸掉。这个就是要看你的漏气的严重程度啦。总之正压过大或者负压过大都不是好事。原则上就是微负压会是最好。那位朋友也有聊到说，从机油加注孔这边会喷气出来。譬如说你引擎发动在怠速状况下，你把机油盖打开，会喷气出来。其实我说实在话，只要你的引擎是正常的，每颗引擎都一样，只要你把加油盖打开，它一定是喷气。然后喷油可能就是看你的，其实会不会喷油这个就有点不同的说法，因为毕竟凸轮轴在里面一直搅动，然后油一直在润滑它可能会去搅拌那些油，可能刚好就是搅拌到油就喷出来。所以喷出来的油量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意思存在啦。最重要就是只要一颗引擎正常，你把加油盖打开，一定会喷气，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我们现在想我现在是关着，如果我把引擎发动以后，当引擎开始运转，进气歧管开始在吸气的时候，那是不是这支管子就会一直产生吸力？那吸力就会造成内部的正压减少，或者是开始产生微负压。这个每颗引擎设定不一样，这个而且会牵扯到你的 PCV 的状况，跟内部原厂的那个废油器分离的那个装置，它的有没有阻塞的程度有差别在，所以这个没办法说很一概而论的给你们一个正确的答案。那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好了，你在引擎发动的情况下，你把机油盖打开。我本来是有答应那位朋友说要拍测试的影片给他看，问题是我之前做的那些测试的零件好像被当回收品都丢掉了，所以我临时找不到，我只能用讲解的方式。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看啦，但是这个不是很准确。大概就只能去测你的引擎有没有呈现微负压，只能达到这个目的而已。就是你把引擎发动，热车完毕以后，就是怠速都稳定以后，你把机油盖打开，这个时候它一定会喷气，这个是正常的，不用担心。然后你找一个，应该怎么说？你不能拿太硬的东西你要拿软的，稍微软的，然后有点硬，因为正常来说，你看这个是硬的东西，如果你拿一个太硬的话，你贴住它会贴不住。那正常来说，最好是像橡胶，找看看有没有像橡胶这种材质，一整片的。我这个也都晕化了。然后在引擎怠速稳定的情况下，你拿那个东西把机油盖打开嘛，这个时候它会一直喷气，这不要管它。你拿那个东西先轻轻的压住，你把它压住，然后当内部的，如果你的引擎是呈现微负压的话，当内部的负压建立完成以后，你把手放开，那块东西就会轻轻的，就会很稳定的吸在上面。这个就代表你的引擎内部是微负压。
因为说实在话，你除非有做特殊改装，要不然你要出现过大的负压，这不太可能。那如果你你把那块东西压住以后，过一阵子放开，还是很剧烈的往外弹的话，那这个就表示你的引擎内部的正压有可能过大哦。因为正常来说，这边会有正压出现，我们架打开以后，它或多或少一定会有正压往外排，那是因为里面的内部平衡跑掉了。因为这边上面一直在掉东西，树叶一直在掉。因为正常来说，一个气门室盖上面多半都会有一个 PCV 阀管跟一支呼吸管。当这个是关闭的时候，正常来说，这边在吸气，但是这边也会跑空气进去，所以里面不太可能会呈现很强的负压，因为这边一直在进气。其实这样讲好了，我之前看过某部影片，他在测缸内的正压负压，它是经由油尺，它是把油尺抽起来，那边有一支油管，那边有一支管子，它是直通油底壳的，就是我们在测机油量的那个油尺那个管子，它是自己做一个东西去吸住那边，去插在里面，然后去测里面的，他拿压力表，这个很好，就是比较数据化，他拿压力表去测，看它里面是负压或正压。问题是正常来说啦，你这支呼吸管没有把它堵住的话，我相信应该是测出来的结果是不太准，因为还是刚刚那个道理，你这边在吸气，但是这边也在跟着帮你进气，所以你引擎内部的负压能够降到多少，这个准确性有点争议啦。那我还是建议，如果你们要试的话，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引擎发动，等转速稳定以后，这一支管子可以的话，先把它拔掉，然后把它堵住，就单纯的让引擎内部呈现一个单向通道。这个时候再测会比较准。然后一样就是机油盖打开，拿我说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有点难找啦，而且可能你太硬的，因为那个平面贴合性不是很好，就算出现微负压，它可能也吸不太住，所以可能要稍微有点软，但是可能一片。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是拿一个很薄的橡胶块，那个我忘记从哪里拿来，我想不起来。然后我就是这样去压住它，然后过一会以后，手指放开，它如果吸住了，就表示你引擎内部的引擎内部的压力是呈现于偏负压，它才吸得住。那如果你引擎内部的压力是偏向于正压的话，它一定是弹开，它一定会把它推起来。所以说想要很单纯的去得知你的引擎内部是正压或者负压，是可以用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准确率没有那么高啦。那重点就是在做之前要记得把呼吸管这一支先堵住，让引擎内部不要有多余的气体去干扰它。我想这个除非你有比较专用的工具，或者说额外去准备的一些道具，你才有办法把引擎内部的正压负压让它数据化，或者说可以得到更好的验证。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到底能不能听懂，只是因为某个程度上我在拍片，我是希望以跟各位聊天的方式去讲解一些东西，要不然整天讲一大堆很比较少人懂的专业术语，或者说讲一些比较难去理解的
道理或原理的话，可能大家会听得一头雾水啊。那但是这里造成很多人说我废话多，那我真的只能抱歉，因为就像我们跟朋友一起在修车一样，我们都会就是以聊天的方式，就很简单明了的去讲自己的引擎是什么状况，然后我们去拿出我们的意见，跟他说可能是哪里有问题啊，诸如此类的。其实跟保养厂的师傅沟通，最好也是这样子啦。但是可能因为这个情形下，你们会有利益的存在，所以可能保养厂会比较讲一些比较专业的术语，去跟你们聊。那只能说听得懂的就知道他在说什么，听不懂的可能就被糊弄过去了。那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废油器运作的方式，跟原厂内部所做的一些改良。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哦，对了，其实以目前我知道的废油器改装的方式，目前分两派。有一派就是他专门在动这一边，另外一派是专门在动这边。当然我有看过一颗废油器回收罐，它3支管子它都管，但是我再怎么想，这个难度有点高啦。因为你想哦，可能在低转速的情况下是这一支在吸气，但是如果引擎的转速超过某一个程度以后，会变成这一根在吸气。这样讲懂我意思吗？可能假设在3000转之下，是这一颗 PCV 阀这边，它负责把里面的油气带出去。但是当超过3000转以后，会变成，因为这样讲好了。进气气管跟 PCV 阀端，它这边的吸力是借由这一支管子造成，然后这支管子很细，然后当这边的吸力出现以后大于这支管子的时候，那是不是整个吸力会从这边开始产生？所以我们会把这支叫成呼吸管，就是这样子。这支管子在某个转速下，它是进气，它气体会从这边往引擎内部跑，然后在超过了某个转速以后 ，PCV 阀可能会关闭，然后变成是由这一支在出气，在释放引擎内部的压力。如果说你3支管子都要管的话，那势必会造成说这一支管子会跟这边直接产生连通，那这样子就会影响到这边的进气量。你懂我讲的意思吗？譬如说这一颗开始在吸气了，但是它相对的，它会把这边的气体往这边抽，它就变成一个回路在跑，这个势必会造成这边的进气量会减少。因为吸力会变小，因为它是一个循环在了。所以说以目前在做废油器改善，我们讲改善好了。以目前来说，在做废油器改善就是分两种说法，一个是针对这一边在做改善，然后这边不动，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他把废油器回收罐装在这一边，然后这边维持原厂。因为其实某个程度上我比较偏向于装这边应该会比较好，因为当引擎转速上来以后，引擎活塞的运作速度越来越快，那势必引擎里面的串气，就是曲轴箱的串气的量会比较大，就是所产生的正压会比较大。那尤其当转速起来以后，这支吸力的增高
会导致 PCV 阀关闭。那势必在这个状况下，正压比较大，然后机油蒸汽也比较多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气体跟油污会经由这一根排出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污染节气门，然后也会跟着就去影响里面。就是两个比较之下，装这边会比较有利，高转速。但是如果你只是很顺顺的开车，就是可能就是一般的代步车，也很少跑高速的话，可能装这边会比较好。因为说实在话，我目前找不到任何数据可以显示说 PCV 阀到底在什么转速下会呈现关闭的状态。你今天如果说，而且这个可能会因为每家车厂的设计不同，会有误差在。简单的说，我们假设好了，如果 PCV 阀如果有很明确的数据可以证明说 PCV 阀在某个转速下是开启的，它只要超过某个转速它就会关闭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衡量你平常的用车习惯到底是偏向于哪一种。我们假设 PCV 阀在3000转以下它是开启的，它会吸气，然后这边会进气。如果你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行驶引擎转速不会超过3000转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们废油回收罐装在这一边。如果你可能你的开车环境跟你的用车习惯都常常让你的引擎转速超过3000转的话，那可能就是装这边会比较好。这样讲懂我意思吗？当然啦，如果你两边都装，绝对是最好的，因为各管各的，它不会去干涉。所以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国外有朋友就是一颗废油回收罐，它就是管3条管子。我是觉得这个很不现实啦，这个可能会有比较不好的影响。当然，如果你的引擎马力大到一个程度的话，那这个可能真的就另当别论了。所以说，可能你们要自己去衡量一下自己的用车习惯跟用车方式，然后再去考虑要怎么去安装。当然，还是回到刚刚的论点，两边都装绝对比较好，绝对是万无一失的方式。因为就像刚刚讲的 ，PCV 阀开启的时候，这边可以过滤，但是当转速起来以后 ，PCV 阀关闭，大量的油气压力都会往这边释放的时候，你这边也装一颗，一定效果会更好。当然，刚刚那个建议真的就是看，你们车辆的状况而定，因为像。刚刚那位朋友就是问我，引擎内部正压、负压跟机油盖会喷气的那位朋友说的一样，因为他的车辆可能引擎室内部的空间比较小，所以说他找不太到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去安装废油回收罐，所以他把管路拉得很长。哦，对了，其实废油回收罐不需要太大颗，适当的体积，适合你们引擎室内部的空间，会比较好。而且，就像我之前的很多部关于讲 PCV 阀跟废油回收系统的影片里面，我都有聊到，我一直想要做一颗属于我自己的废油回收罐啊，但是现成的材料你要去找，真的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可能桶子本身 OK， 但是可能它的开口太小，或者它可能没有开口就一体式的，或者说它上面原本就有一些管道，然后呢管道数量太多，
或者说管道太细或太粗，所以说你要我要找到我适用的，真的难度很高啦，所以搞到最后我到现在一直做不出来的原因就这样子，所以说可能有对废油回收系统跟安装废油回收罐有兴趣的朋友，可能我之前拍过的那些影片，可能就要麻烦你们稍微的仔细看一下，因为说实在话，有些事情，当你在脑海内浮现的时候，你可能就是顺口很顺的讲出来，但是可能你过一阵子再去想，除非你的记性很好，像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很多事情可能讲出来以后，后面可能就忘记了。所以说，如果对废油回收罐的安装跟废油器回收系统的作动原理跟一些它的一些工作原理的话，可能我之前的那些影片可能就要麻烦你们稍微可能仔细的看一下，可能我会口误，但是如果你们有整片看完的话，你会发现我哪里是口误，哪里是讲的是对的，然后你们稍微的自己消化一下，应该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东西了。好啦，那今天这个大致聊一下废油器回收罐的安装，跟引擎内部压力的测试，跟一些管路安装哪里会有什么影响，大概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